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凯文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我们来讲如何在开狗云端免费使用它的 GPU， 并且如何使用任意的模型和风格模型去使用图像。在上一期视频里面，我们讲的是 Flux 模型，还有免费的 GPU。所以如果你想要使用 Flux 模型，请参考我上一期的视频。有些小伙伴说了，我想使用自己的模型。就是如何配置任意的模型和风格模型，这就是今天我们想要讲述的内容。让我们现在开始吧。现在我需要大家创建3个账号，如果你还没有的话。这3个账号分别是：第一个就是开狗的账号，网址在这个地方；第二个是 Hugging Face 的账号，网址在这里；第3个是 CVTide 的账号，网址在这里。其中开狗的话就是云端平台，它提供免费的 GPU， 每周是30个小时。开狗的话必须要验证电话号码，如果不验证的话就没有免费的 GPU。 第二个是 Hugging Face， 它呢就是我们下载模型的一个地方，这是一个科研的账号，很多大公司会把他们训练好的模型放在这个地方。然后呢，除了你注册 Hugging Face 之外，你还需要创建你的 token，这个 token 就是一个密钥，每一个账号就有一个。我可以演示一下大家怎么创建这个 token，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，否则的话你没办法用代码去下载模型。同样的 CVTide 的话，你不仅要注册账号，也要创建你的 token，原因是一样的。我们先去 Hugging Face 这个地方，来到 Hugging Face 的主页，点击你的头像，再点击 Access Tokens， 我们就来到这个地方。这里你可以看到我已经创建了自己的 token， 如果你要没有创建过的话，这里是空的，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Create a New Token， 然后在这里其实有3种不同的 token， 我们要选第2种 Read， 也就是读取模型的 token， 在这里给它任意起一个名字，最好是英文字母的，任意起个名字，然后点击这个按钮就能创建你的账号的 token 了。这里我就不点击了，因为我已经有了。让我现在退回去，我这里有2个 token， 其实第2个我是用不到的，其实我可以把它删了。我们经常用的就是这个 read， 也就是读取模型的 token， 把它创建了，然后你把它复制下来，保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因为一个账号它要对应一个 token。 好的，我们继续。第3个必要条件就是 CVTide 的账号，如果你没有的话，一定要注册一个。我们点开，来到它的网页。CVTide 是一个基本上没有任何限制的网站，这里该有的都有了，然后它也提供模型的下载，然后模型种类非常多。我们进来之后要点击这个地方，点击你的头像，往下面点击这个齿轮设置按钮，这就是你的设置的界面。来到最下面，找到 API Keys， 也就是 token。 你可以看到这里我已经有了自己的 token， 你这里应该是空的，那么我们点击这个按钮增加一个 token， 同样的在这里随便给它一个名字，然后点击保存，它就能创建一个 token 给你，也是一个很长的字符串。当它出现那个窗口的时候，你要把它复制并且保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，不要把它丢失了。记得一定要把它复制保存到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当你完成这3步之后，你就可以使用我提供的代码，免费的去薅羊毛使用 GPU。 然后呢，代码我会提供给你，你不需要写任何代码，只需要点击几个按钮就可以使用了。好的，现在让我来演示一下如何使用这个代码，非常的简单，你只需要点击几个按钮就可以了。我们点击这个开狗的链接，来到我的主页。现在呢，可以看到只有一个代码，这是我上期视频的代码，另外一个还没有公开，但是等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你就能看到另外一个代码。现在我先用它来演示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，比如这个就是我们要使用的代码，我们点击它，然后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，就是点击这3个点，
然后呢，要点击第一个选项 Copy and Edit Notebook， 这个选项就是要把这个代码拷贝到你自己的账号里面去。你只需要第一次使用的时候这么操作就行了，以后你第二次使用的时候就到你个人的账号就能找到这个代码。等你拷贝之后，这个代码已经属于你了，明白吗？所以一定要点击这个按钮把它拷贝过去。那么因为现在你还看不到我那个第二个代码，所以我先从这个地方找到，我把它打开，这个就是新的代码，然后我把这个代码打开。好的，这里呢我们要检查一下设置对不对。你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要看这个最右边这里，比如我现在可以把它全部收起来，它的样式是这样的。然后你可以点击这个 Output， 也就是说这个文件夹。等一下我启动服务器的时候，你能看到这个文件夹的大小有多少个空间。还有一个就是把这个展开 Session Options， 也就是我们这个运行环境的设置，尤其是第一个 Accelerator， 也就是加速器，也就是 GPU 的意思。如果你把所有东西都验证了，那么你可以使用 GPU。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有4个选项，2、3、4都是 GPU， 我们默认的是使用 T4 这个 GPU。如果你没有验证，那么可能后面3个都是灰色的，你无法选择，它默认的就是第一个 None， 就是没有 GPU。所以呢，一定要验证你的开购账号才行。然后这里的设置就行了这样的话我们就能进行下一步了。好的，现在我们来启动这个服务器，这里有一个启动服务器的开关，我们点击它。注意看这个状态已经改变了，它显示正在启动这个服务器。启动的过程是很快的，应该不到1分钟。对，可以看到可能30秒都不到，现在它已经启动了。然后在这个地方Output 这个文件夹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它总共有 19.5G 的空间，然后这是我们现在使用的空间。然后说一下怎么使用它。第一步呢就是启动系统。那我刚刚说了，我们需要从 Hugging Face 还有 CVTAG 上面下载模型，所以呢这里就需要你把你保存的那个 token 拷贝在这个地方。我可以来演示一下。我找到我的 CVTAG token， 然后第二个是 CVTAG， 第一个是 Hugging Face， 找到 CVTAG token， 然后把这个 XYZ 删掉，然后把你的 token 拷贝在这个地方。现在我已经拷贝了我的 token， 然后拷贝之后呢，把你的鼠标点击在这个代码框内，你整个看到的这一块是一个代码框。你可以看到，当你点击在代码框的时候，这边就出现一条线，还有一个这个三角形的运行符号，这样的话你就能运行它。比如说，我如果把鼠标点击在这个地方，这个黑线在这里，运行符号在这里，对吧？那我点击在这个地方，它就在这里。所以现在我已经拷贝好了我的 token， 那么我运行它，这样就运行好了。点击一下，可以看到它非常快速的就运行完了，因为这个代码非常简单，所以它是瞬间就运行完了。所以当你使用这个代码的时候，第一步就是要把你的 Hugging Face 的 token 还有 CVTAG 的 token 拷贝在这个地方，而且拷贝之后呢，一定要运行。现在第二步，把鼠标放在这个地方，放在这个代码的任意的地方，这里就出现一条线，还有一个三角符号的按钮，我们点击它。这样的话呢，它就会去下载 Config UI 的代码，并且做一些配置工作。这一步的运行时间大概是可能
1到5分钟吧，取决于你的网络情况是怎么样的。我这边其实运行挺快的，我感觉不到2分钟应该就能设置完所有的东西。可以看到，当这个代码正在运行的时候，那个三角形符号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符号，它在转圈圈。转圈圈的话，就代表它在运行，它正在运行，所以就不用管它。等它运行完之后，它又会变成三角符号。好的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第一步已经运行完成了。可以看到这里的它已经从转圈圈的状态变成了一个三角形的状态。而且如果你来到下面，这里会有提示说已经成功安装了常用的插件以及 Config UI， 所以这步已经完成了。我们现在来到第2步，如何下载模型。首先我已经准备好了几个常用的模型，还有风格模型。我先来讲一下我已经准备好的这几个模型，然后我再分享你如何下载任意模型。这里呢，比如说第一个模型是这个 Chill Out Mix 模型，每一个模型我都放上它的类型是，比如说这个是 SD 1.5， 然后它的文件大小是4G， 然后下面是它的代码。当你把这个鼠标点在不同的地方，对吧？其实就是选中它。如果你想要使用这个模型，我们就把鼠标点在这个代码框内，这里出现一条黑线，这里出现一个三角形的运行符号，然后我们点击它，然后就去下载这个模型。第2个模型是麦局写实的，这个模型相信大家也都用过很多，我们也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去下载它，对吧？我们先选中这个代码框，然后点击这个按钮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我给大家选择的模型吧，这都是这个 CVTAI 上面非常非常火的模型，可以看到超过100万的下载量，这个大家可能也都用过。其实这里的模型是少儿不宜的，我在这里呢其实只是把技术分享给大家，如果大家日后惹出什么祸来，不要把我供出来就好了。技术是无辜的，大家记住这句话，好吧？把技术，大家需要学的是技术，其他的东西我就不管了。对，第2个模型是这个麦局写实，这个你肯定看到或者听到过，或者肯定使用过很多这个模型，对吧？这都是早期的模型了，这个也是 SD 1.5 的。然后这里的图片，这个大家想看就进来看，我就不点开看了。然后可以看到它的大小是 1.99G， 还有准备的模型，还有这个 Any Hentai 是动画风格的，对吧？给大家也准备好了。还有风格模型，比如说这个具体怎么看这个模型的类型，对吧？比如说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在这个 type 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这是 checkpoint， 所以它是模型，或者说叫基础模型。比如说我们再看这个地方麦局写实，这里也是 checkpoint， 它也是模型。这个 Korean doll 看一下，这个是风格模型，这个是风格模型。来到代码这个地方，好的，这边第2个也运行了，可以看到麦局写实也下载完了。我们现在的磁盘的使用量已经到了 6.5G， 对吧？这2个都已经下载完了。再往下面第3个是 Hentai 这个模型，它的大小是 7.2G， 这里我暂时就不下载了。下面这个风格模型，我们点击它，鼠标放在这个地方，然后点击它，它是 0.1G， 非常小，应该很快就能下载完。这个已经下载完了。再往下面，这是另外一个风格模型 LoRa 模型 0.1G， 点击它，点击下载，这样的话也下载完了。
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用了 6.6G， 总共 19.5G， 所以我们大概还剩 13G 的空间。第4个模型是 SD 3.5， 这个就是非常大的官方的这个非常大的模型，这是它的类型 Checkpoint， 它的质量和 Flux 差不多，是最新的模型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，可以看到它的大小是 13.9G， 它已经装不下了这个地方，所以呢这些模型你不能全都把它下载下来，你要用哪个模型你就点击它，然后点击下载，如果你不用它就不要下载。那有些人说我如果我想用它怎么办？那就如果想用它，就是前面的就不要下载，就跳过它，你就只下载这一个就行了。现在呢我就不下载 SD 3.5 这个模型了，现在我来分享我们如何使用任意的模型，对吧？你可能这些模型你都不想要，你想要别的这里我预留了空的代码框，你可以创建更多，比如说你随便选择一个鼠标，随便放在一个地方，你可以点击下面这个加上 code， 其实就是在下面添加一个空的，对吧？现在是4个了。你也可以比如说你随便点在一个地方，点击这个加号，它又多出来一个空的，对吧？这些都是空的，你在这里可以写代码。怎么样呢？怎么样写呢？我们在这里随便选择一个模型，比如说这个是 SD 3.5 的，对吧？这4行我们 Ctrl+C 把它内容复制一下，然后呢在这里 Ctrl+V 给它粘贴到这里，然后呢这个第一个 URL 是它的下载的链接，我们先给它清空。第二个是它下载的文件夹，就是说我要把这个模型下载到什么地方。 Checkpoints 一般是存放基础模型的地方，基础模型的文件夹，然后如果是风格模型它要放在 Loras 这个文件夹下，所以你要知道你下载的东西是基础模型还是风格模型，根据它的不同类型你要选择它下载的文件夹。第3个是你要给它一个名字，这个名字要合法的名字，我等一下解释一下。我们先把这个也清空，因为我现在需要下载基础模型，对吧？所以我就要这么样选。然后假如说我们就用这个麦局这个演示一下，对吧？假设我们没有这个模型，那怎么样做呢？在这个地方不是有一个下载按钮吗？你右键点击它，然后呢拷贝它的这个下载地址，拷贝，然后来到我们代码这个地方，点在这个空白处，点在这个引号内部，然后把它下载链接复制在这里。注意这个外面的双引号一定要保留。那这样的话这个下载地址就写好了，然后我知道它是基础模型，所以它的文件夹是 Checkpoints， 我不用改。然后名字需要给它一个合法的名字，它的名字可以是英文、数字还有下划线，并且呢它的名字的后缀一定是这样的，点 Save Tensors。 比如说我可以任意写，然后比如说带个下划线，然后数字，对吧？就任意写，任意起个名字，然后点 Save Tensors， 或者说你可以从这个地方拷贝这个单词，对吧？后面一定要保留这样的格式，前面的名字无所谓，你写成什么样都行。所以这样的话你就能下载任意的模型了，对吧？我把它写好了，对吧？然后你把鼠标选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去下载它，它就开始下载了。然后这里正在下载。同样的，如果我要下载一个风格模型，怎么样下载呢？我在这里我也拷贝一段代码吧，比如说这个是风格模型，我把这4行内容拷贝一下， Ctrl+C 拷贝一下，然后来到这个空的代码框，然后呢 Ctrl+V， 这不就把它拷贝在这个地方了吗？然后把这个链接给它清空，然后把它的名字给它清空，文件夹可以保持不变 Loras， 因为我知道它是一个风格模型，需要放到 Loras 这个文件夹内部。我这里随便选一个，比如说就它，对吧？这个风格模型，找到它，
然后确认一下它的 type， 它的类型是 LoRa， 是风格模型。然后右键点击，然后拷贝它的下载地址，来到代码的这个双引号，点击这个双引号内部，然后 Ctrl V， 这不就把它复制过来了吗？然后再给它起个名字，随便写个名字，比如说 test 1，然后点在 tensors 给它起个名字，这就行了。这个名字一定不要和之前的名字重复。然后我们点击这个三角形的运行符号，对吧？要先选中这个代码，点击它，它就开始下载了。好，已经下载完了。这就是你如何下载任意风格模型以及基础模型的方式。好了，我们的模型还有风格模型都已经准备好了。现在我们第3步，就一键启动就能开启这个 ComfyUI 网页了。首先我们鼠标同样的要点在这个框内，出现一条线，出现这个三角形的符号，我们点击这个三角形的运行符号，那么它就启动这个服务器。这里它需要加载我们指定的插件，它需要的时间大概是可能就30秒的左右吧。然后呢，来到上面点击这个笑脸这个地方出现的链接，点击它，然后呢再点击 Enter Site， 正在加载 ComfyUI 的网页。第一次呢加载也需要时间，可能30秒、1分钟也都是有可能的。如果它卡在这个地方，你就把它关掉，回到这个地方，重新点击这个按钮，好吧？我回到这个地方，这就是它的界面，然后这是它默认的工作流。首先第一步，我们要切换一下语言，因为我给大家准备的安卓包里面有中文。我们点击这个设置按钮，然后在这个选项里面点击 AGL， 在这里语言，这里有很多语言，我们可以选择你需要使用的语言。你选择完之后呢，它会自动刷新，所以稍微等待一下，它就刷新。OK， 可以看到现在呢是中文。那么还有一个东西它没有加载出来，就是 GPU 的实时的使用率。在这个地方，还是在这个设置这个地方，我们打开它，然后往下面找，在 Menu 这个地方 ，Menu 就是菜单，然后这个选项他说保留比较老的那个版本的 Menu， 我们把这个勾选上，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还没有出现，对吧？然后在这个框内我们要选择一个，比如说它现在是上，是吧？我们再点击这个上，点击一下，可以看到上面已经出来了，对吧？所以这里要让它就是点击一下它才能出来，否则的话它不显示，是吧？点击一下这个上面就出来了，我们把它关闭。可以看到这里是 CPU、GPU 的使用率以及现在 GPU 它的温度是怎么样的。然后我现在把它的工作流清空，然后呢，我准备的工作流让我打开一下。好了，这里是我准备的工作流，总共有不同的种类，对吧？有一些是 SD 3.5 的，有些是 SD 1.5 的。我们既有这种图片格式的工作流，然后也有这种点 JSON 格式的工作流。基本上你都可以把它拖到这个工作区就能使用了。比如我们现在是1.5 的模型，对吧？我们就选择这个 1.5 的工作流。比如说我现在选择这个工作流，是吧？是这个图片或者说 JSON， 它是一样的。选择这个图片，把它拖拽到这个地方，松开，就变成了工作流。然后这里呢就选择模型，对吧？选择
我们下载的模型，你可以看到中间还有这个乱码的这个模型，是我随便打的，对吧？它都会，只要你下载的模型，它都会出现在这个地方。然后又快速运行一下这个生图的速度。之前这些都是 SD 1.5 的模型呢比较小，然后所以这里运行速度非常的快，可以看到一张图片也就10秒钟，大概10秒钟左右就能出来一张图。然后当然它也和你使用的有没有使用风格模型啊，然后还有这个图片的大小啊，这些都是影响运行速度的。比如说现在这个工作流它是带风格模型的，你点开这个就能显示出我们所有下载的风格模型的名字，点开这个就能显示出我们下载的模型的名字。对，然后生成的图片都在下面这些地方。如果你需要下载这个图片，就右键点击它，应该是这个地方吧。右键点击它，然后呢点击保存图片，这样的话你就能把它下载下来了。然后点击一下，确保我们把图片下载下来。然后接下来我再演示一下大模型 SD 3.5。可以看到我已经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服务器给停止了，在左下角你可以看到 Session Stopped， 对吧？它已经停止了。我再点击它，重新启动。第一步已经运行完成了，这里它的运行状态又变回了三角形，已经不是转圈圈了。我们来到第二步，下载模型这个地方。那这一次呢，我就不下载 1.5 的模型了，前面的这些模型我都不想用，我直接跳过。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3.5 的这个模型这个地方，然后把鼠标选中这个代码框，点击这个按钮。好，这样它就开始下载。这个 SD 3.5 的模型已经下载完成了，我们现在使用了 14.4G 的空间。然后下面还有一个 SD 3.5 的风格模型，我把鼠标点在这个地方，点击这个三角符号，来下载下来。我们来到下面第三步，启动 ComfyUI 网页，把鼠标放在这个代码框内，点击三角形运行符号，运行这个代码，点击这个链接，然后点击这个 Enter Site。准备了2个 SD 3.5 的工作流，第一个是这个没有风格模型的，就一个基础模型，这个地方 Checkpoint 加载器，然后就没有了。第二个工作流是带有 LoRa 的这个工作流，前面是模型，这个是风格模型。然后这些工作流我都会把链接分享给大家，大家拿过来就能用。然后到这边，我先试验一下这个，直接点击这个最下面的按钮 Q， 它就能生成了。因为我这个模型的名字已经选择了，已经提前设置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下载的模型的名字，就它自己，它运行到哪一步，那个框框就会变成绿色的，上面还有一个进度条，还有它的百分比。好了，可以看到这边已经生成了，图片的大小是2048×512，像这种风格的它都能够任意生成。现在的模型是非常的强大，给它的提示词呢非常的简单，就几个单词而已，让它绘制中国水墨风格的山水画，对吧？然后找到第二个这个工作流，你可以使用这个图片格式的，也可以使用这个 JSON 格式的。使用这个图片格式的，拖拽过来，变成一个工作流。我可以直接点击这个 Q， 因为这是我使用过的，所以它这个模型的名字都是对的。然后这里是模型的名字，这里是风格模型的名字。在风格模型这里，它可以串联很多风格模型，这里我只有一个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就选择这个机械昆虫风格的风格模型。下面这个 strength 就是说你要施加多大的强度，对吧？它是0到1之间的数，这里我设置 0.5。如果你不想让这个风格模型起作用，你就把这个强度设置为0，设置为0就代表它没有起作用。OK，
这个挺快的，因为生成的图片小一些，这是768×768，所以它的出图速度会快一些。然后对这个你可以看到它不是那么清楚，因为我们的设置的分辨率低，对吧？分辨率可以设置高一些，它生成的图片就会清楚一些。所以如果我们把代码关闭了，下一次怎么找到它呢？我这里放了一个链接，就是如何查看自己账号所有的代码。我们点击这个链接，就能跳转到你所有的代码的地方。现在我看到的是我的界面，所以这里是我所有的代码。你打开以后，你能看到你所有的代码。然后下次使用的时候，你找到它，比如说这个，对吧？我点击它，然后呢，我再点击这个按钮 ，Edit 这个按钮。这样我们又来了熟悉的界面，这不就是我们刚刚使用的界面吗？那么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，给我留言，我会持续更新大家反映的问题，并且帮你解决你所面临的任何问题。这个里面使用的代码、工作流以及其他有用的网站，我全部都放在这个地方了，欢迎大家给我留言，好吧？我们下次再见。